方清雪弹指7次，只见7道电芒如龙如蛇斩向剩余的7人7鹤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山中显现出一个全身碧衣的年轻男子，冲霄而起。这男子御气飞行，速度极快，几十里路程瞬间凌空飞到，在半空中也是手指一按，7道碧绿森森的火焰对撞上方清雪的电芒，顿时之间两两相撞，消失于无形。方师妹，有事好商量，为什么下杀手？这个男子一下解救了剩下的7人，悬浮在空中森森道：金石台，我方清雪要杀人，你的碧焰七凶芒就抵挡得住？方清雪丝毫不停手，手上刀芒变幻，紫电云起，千般变化，再次隔空轰击。同时他的脚悬浮在空中，踩踏着玄奥的步伐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次破连杀。这个叫做金石台的男子却也没料到方清雪决心如此强大，碧焰居然来不及阻挡，让紫电阴雷刀穿梭而破。7声响，7个年轻道人连人带鹤全部被电流轰击到，在空中炸成一团火焰掉落下来，烟雾阵阵，全部死亡了。金石台大怒：你怎么，金石台，虽然你也是我羽化门的真传弟子，但是看你刚才的修为，不过是炼甲成真，法力转化为真元，踏入神通2重的修真境而已。方清雪淡然如水，神态悠然。你若是对我不满，羽化宫天刑台上，我随时等候你。神通秘境第1重，法力境，法力是无形的。第2层，修真境，就是把无形的法力练出真形来，所以叫修真境。所谓借假修真，炼假成真，得到真实真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天刑台。金石台听到这3个字，脸色微微一变。这是真传弟子因为深仇大恨决一生死的地方。上了天刑台，任何真传弟子都只有一个能活得下来。想不到方清雪居然这样强势。哼，此事我会向执掌门规的长老汇报。金石台拂袖而去。走吧。击杀了8人8鹤，方清雪丝毫没有波动，降落下来，回到了马车中。哇，什么叫霸道？什么叫强横？这就是睥睨天下，万物如草芥。羽化门的真传弟子果然非同一般。这一次总算见识了方清雪的厉害之处了。白海禅师傅，只怕大小姐不是这么好杀的呀。方寒目睹了这一幕，深深被方清雪那种气质给震撼了，心中思量着，以后按照白海禅的意思杀这位大小姐，只怕是遥遥无期呀。总有一天，我也会有这种强横、睥睨天地的霸道。一座高达1000丈的山峰，到处都是苍葱翠柏，飞瀑流泉，一座又一座的宫殿耸立在山腰。山腰之间，那极高的山峰顶上，更是有一座碧波荡漾的天地，天池旁边耸立着一座更为华丽的行宫。山中环绕灵禽灵兽，无数的灵药排列在山中，出产着数以万计的灵药。而山巅之上的紫电宫这3个大字，镌刻在行宫大门的牌匾之上。这是羽化仙山一座重要的山峰，紫电峰，是方清雪成为真传弟子之后，羽化门赏赐下来的，代表了一种身份的象征。此时，方清雪正坐在紫电宫的椅子上，看着下面足足8、900人的奴仆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这紫电峰虽然是我的产业，但我一心修炼，等下就要闭关。往往一闭关就是几个月，甚至半年，也没有时间治家。你们这么多奴仆，我先选几个可靠的人来打理。方寒，听青微说你养马不错，就带250人负责豢养仙鹤、白虎等那些灵兽。这是灵兽牌，你拿着这牌滴血在上面，那些灵兽就会听你的话。
自己挑选人吧。说话之间，一道红光朝着方寒飞过来，方寒一把抓在手里，却发现是一块巴掌大小的玉牌，上面雕刻着各种各样的蝇头大小的动物，活灵活现，好像这些动物的魂魄精神被封印在玉牌上一般。果然得到了大小姐的赏识，由一个养马的奴仆一下变成大总管，直接管了250人，这地位蹭蹭蹭的往上涨啊！原来的方家，方寒是不可能由一个小家丁变成大总管的，因为方家家规森严，赏罚有度，而且关系错综复杂，方寒就算是有功，也不可能爬到这么高的位置。但是在羽化门紫殿峰就不同了，方清雪一心修炼，根本就不会太多的管理家事的，直接任命破格提拔。怎么回事？他一个小小的下等奴才，居然爬到了我们的头上。大小姐怎么会选他当豢养灵兽的大总管啊？方清雪这一命令下来，顿时在场的奴仆议论纷纷，都在脸上显出了不敢相信的神情来。尤其是其中几个精悍无比的奴仆，眼神中立刻冒出了凶光，似乎要把方寒吃下去一般。这几个精悍的奴仆都是原来方家中地位很高的，这些人这次跟随方清雪来到羽化仙山中来，都是想捞足好处，求个肥缺的。羽化仙山紫殿峰上的好处自然是要比方家好处要大得多的，现在一个大好处被方寒捞走了，只怕杀人的心思都有了。不过他们却不敢闹腾，在方家本部，他们可以到处找关系，泼脏水给方寒。但是在这里，方清雪的话就是圣旨。刚刚在山前，这位大小姐斩杀8人8鹤的强横还历历在目呢，哪里还敢吵闹啊？方清雪也不管这些人的嘀咕，在他看来，最为重要的就是修炼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要麻烦他。他对方寒有印象，就提拔了。方强，你负责紫殿峰的饮食和打扫，挑选300个奴仆吧。我闭关的时候按照食谱，每天按时把食物送到我的净室之外就可以了。是。方清雪不断地吩咐着。一个叫做方强的女子走了过来。这位方强原来就是方府丫鬟中的头目，被任命为负责饮食和打扫，倒也和原来的地位相当。方满，你带200人负责这紫殿峰上下80片药田、水晶香米、紫殿奇花的种植收割。一个极其精悍、双眼凌厉的男子站了出来。这个男子就是刚才对方寒充满杀机的人之一。方瑞，你带200人负责管理衣物财货，出山采购各种所需的东西。好了，我就定下来规矩，你们各自去办吧。衣食住行这4件大事安排好之后，方清雪身形一动，直接消失闭关修行去了。与此同时，这座紫殿宫主宫的大门也缓缓关上，就留下8、900人的奴仆在广场上准备各就各位。而原来方家的几个嫡系，二小姐方清微却没在场，因为他们是外门弟子，已到更深的山中学艺去了。羽化仙山的弟子分为外门弟子、内门弟子、真传弟子，再上面就是执掌刑法、功法长老等诸多长老，还有副门主，最后是掌门。方寒这些奴仆其实不算是羽化门的人，其中外门弟子相互之间有争斗，想晋升为内门弟子，而内门弟子争斗想晋升为真传弟子，真传弟子相互争斗想晋升为门派长老，长老之间也有互相争斗，窥视掌教大位。弟子地位最高的就是真传弟子了，每位真传弟子都有独立的山峰，地位崇高。有些真传弟子的神通甚至可以堪比长老，只是没有为门派立下大功，得不到晋升而已。刚才方清雪在山前击杀的8个骑鹤道人就是外门弟子，属于另外一座山峰碧焰峰的人。碧焰峰的真传弟子就是金石台，方清雪击杀他们就是立威。
刚刚成为真传弟子的他，有许多人不服。如果被人挑事还咽下气去，日后很多行动不便。这样强横击杀，威名立刻确立。虽然事后有很多麻烦，但是方寒相信自己扛得下来。这万寿牌滴血之后可以控制仙鹤白虎，我得尝试一下骑鹤上天的滋味啊。不过先挑选一下奴仆再说。250人听我使唤，哼，不错不错呀。方清雪关上紫电宫的大门，闭关去了。方寒立刻抚摸万寿牌，就想滴血在上面，然后去控制仙鹤飞行去。上天飞行的滋味是每一个人都无法抵挡的。同时他还要挑选奴仆。一声狞笑传自身后，方寒急忙回头，就看见一个身穿上等丝绸、脸狭长的中年人，狞笑之间一步一步朝自己逼迫而来。同时这个中年人身体上的筋骨噼里啪啦的作响，好像一头猛虎在盯着小白兔。与此同时，那方满、方瑞都抱着手臂，幸灾乐祸地看着自己。方烈，你要干什么？方寒知道这缓缓逼迫过来的中年人，他知道这中年人是方府中地位极高的一个人，叫做方烈，是护卫总管。这次管理灵兽的飞差没有落到他头上，当然是极度的不满。方烈原来在方府中的地位根本不是方寒能够比的，就算是方家一些庶出弟子都要对他恭恭敬敬。自然是让你把万寿牌交出来，你当我的手下吧。怎么，你不愿意交出来？方烈看见方寒的模样，脸色更加寒冷起来。这可是大小姐吩咐的。就算是大小姐吩咐的，但是你以为你一介下等奴才就能够指挥得动下面的人？在场的人哪一个在方府之中地位不比你高？你指挥一个看看，看他们听不听你的。方大夫，这小子让你在他手下干活，你答应不答应啊？就在这时，方满说话。他是原来方府中的收租大总管，这次虽然被方清雪任命为管理药田仙道的总管，也是肥差了，但哪看得起方寒呢？立刻就推波助澜，对着奴仆中一个叫方大富的说：笑话，一个养马的下等奴才还想使唤我，毛都没长齐呢，回家吃2年奶吧。方大富是个中年人，一脸油滑，是方府中的老油条家丁了。闻言立刻哄笑起来，轻蔑地看着方寒。哼，身上的奶气都还没有断掉，就想使唤我们？列总管，给他一个教训吧，让他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小子，记住了，方府之中，你始终是下等奴才，不可能翻身的。今天就折断你一根骨头，让你知道教训吧。以后朝早放亮一点，大小姐不会治家，我们自然替她管理好紫巅峰。对了，本总管以前有一个外号，叫做猎骨手，好久没有猎人骨头了，手到还真有点痒痒。哼，是吗？我没有威风，那就拿你立威吧。方寒把万寿牌往自己怀里一揣，脚步一动，唰，7步并作1步，脚踏7星，地面上瞬间出现了7个脚印。方寒瞬息间先发制人，抢到方烈面前，随后腿功爆发，腿影横空爆裂，魁星踢斗。方府之中，方寒不敢施展魁星踢斗，但在这里却不同。方清雪明显不管事情，压服下面的奴才，想怎么搞就怎么搞。呼啸的腿风撕心裂肺。不好！猎骨手方烈刚要动手，突然之间感觉眼前一花，方烈居然抢夺上来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施展出了猎骨13手。在慌忙中，他施展出自己狠辣的擒拿手法，但是方寒的力量比他大多了，每一腿都直接破去了他的擒拿手法，随后是砰砰砰砰砰，连续5脚踢在他的身体上。
方烈偌大的身体如沙包一般被打飞，掉落地面，鲜血狂喷，嘴里的血沫子好像鱼泡泡。哼，才修炼到4重刚柔的境界而已，也敢在我面前狂。方寒一脚魁星踢斗，把方烈给踢飞后，也狞笑起来。众人惊呆了。在场的人，包括方满、方锐几个精悍高手，也都愣住了。谁也没想到，一个小小的养马的奴才，居然把护卫总管踢飞了。方大父，刚才是你要我回家吃奶吗？方寒趁众人还在震惊中，身体一动，连续几步，又抢夺到刚才那个油滑的中年家丁方大父的身边，一把扯住了他的头发。方寒现在的武功已经练到了神力的境界，而且他得9窍金丹的力量，就算是同一个等级神力境界的人，身体素质也是没有他好。虽然他缺乏战斗经验，但心里有一股狠劲儿，方大父哪里是他的对手？小杂种！老油条家丁方大父发出了凄厉惨叫，头皮都几乎要被方寒扯掉，奋力挣扎，小杂种的咒骂本能从口中出来。什么？方寒狠狠一甩，方大父一下跌落到地面，随后他一脚踩上去，直接踩到方大父的脸上，狠狠向下踩。众人都看见方大父的脸几乎要被踩扁了，血泡不停地从嘴里冒出来。咔！方寒又是一踩，把方大父的一只手骨踩得咯吱咯吱响。这等凄惨的场景，把所有的人都给惊住了。你们没想到吧？我有实力，方满。大约你以为我是小人得志，没错，我就是小人得志，老子就是小人得志。你们不听我的，就是这个下场。说话间，方寒狠狠又是一脚，把方大夫的一只手给直接踩断了。敢骂我，我让你断手断脚。拥有力量的感觉真好，难怪大姚姐方清雪睥睨天地，生杀大权在握。听着方大夫这奴才的骨骼在自己脚下不断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，方寒心中的快意不断上升，倒不是真的小人得志的爽快，而是那种拥有力量操纵别人命运的爽快。这么多年了，此时此刻方寒才觉得自己真正像个人。我必须要拥有力量，极其强大的力量，神通秘境的力量，才能做人上人。现在的力量还是很弱小，还微不足道，必须要变强，变强，再变强。尝试到了力量带来的爽快之后，方寒觉得什么财富名利都是身外浮云，自身的力量才是永恒。方寒，你干什么？竟敢在这里杀人！方满、方锐的脸色剧烈变化，向前猛地踏出一步，互为犄角，隐隐约约罩住了方寒。这两个人也是高手，要不然也不会在方家奴才中爬到高位。要知道，方家有头有脸的奴才出去之后，比县太爷都威风，身份地位非同小可。怎么，你们也莫非想断手断脚吗？方寒转过来，不断的冷笑。哼，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已经修炼到肉身境第5重神力境界了，你们要动手也先掂量掂量。什么？第5重神力的境界？难怪方烈会败在你的手里。听到这儿，方满、方锐的脸色难堪起来。把肉身修炼到第5重神力的境界，只有一些方家核心弟子才有本事，他们也不过是招式刚柔的3到4重境界而已，和方寒交手那是自取其辱。虽然他们心中1万个不相信方寒居然会修炼到神力层次，但是事实摆在眼前，由不得他们不相信。哼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看在我们都要为大小姐办事的份上，我今天就不打断你们的手脚。
这里不比方家，大小姐闭关就是半年，我把你们打死了，向山下一扔，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。那走着瞧。方满嘴上还是应了一句。刚才是你们起哄，说不会听我的话，并没有理会方满的怨气。方寒把目光转向刚刚起哄的几个奴仆，扑通，看见他凶狠的目光，刚刚几个起哄的奴仆一起跪倒在地上。寒爷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以后寒爷一句话，咱们风里来雨里去，刀山火海，绝不皱眉，绝不皱眉！饶命啊，寒爷！寒爷，哼！听见别人喊自己爷，方寒心中一笑。起了吧，从今以后你们就跟着我了，为大小姐豢养灵兽，你，还有你。一连点了200多人为自己当差，因为刚才的立威，这些被点中的人都无一再敢起哄，没有不听命令的。要是以前，这200多人每一个奴仆都要比方寒地位高，又怎么会听他的呢？但是方寒一招小人得志，打人立威，谁都不敢触碰他的眉头了。好，不错，组织起了250人。方寒朝趴在地上的方烈走了过去。好了，方寒，今天的事情就告一段落。方烈不听大小姐的命令，抢夺了你的万寿牌，也是咎由自取。你打也打过了，现在开始做事了。就在这时，刚刚冷眼看着一切的方强说话了。